没工作经验，不留。你长得太漂亮了，不留。你虽然会手语，长得也不漂亮，但是太高了，不留。连我都看得出来，这些是夫人安排的眼线。要是送过去，少爷不把我活撕了。今天我是选也得死，不选也得死，谁来救救我呀？还有我！我去，这不是手语招聘现场吗？一个肤白貌美大长腿，要选进现场了呀！这姑娘一看就不是夫人安排的人，简历还如此优秀，看来苍天还想让我多活几天呢。你被录取了。啊？我吗？少奶奶，今晚你可以入住少主的房间。等周一啊，民政局上班，你就可以去和少主领证。不是，少奶奶，傅伯，我只是个手语翻译，我卖艺不卖身的。合同才刚签，你就想违约不成？现在违约不仅要赔钱，我们秦家也将保留对你的永久追查权利。秦家？不会是那个黑道？我看看嘛。乙方在担任秦家继承人少夫人同时兼任手语翻译，违约者赔偿1个亿。少奶奶，您是世界顶级手语翻译官，见过大世面，这点小事难都难不到你。我世界顶级手语翻译？对呀，你年纪轻轻就已经是担任2年新闻节目的手语翻译，还是公益红十字会首席手语翻译官，甚至精通外语手语翻译，给外国总统特朗肯翻译过，竟然还是热播综艺《龙国有嘻哈》的手语翻译。哎呀！身边的 bitches pay me up， 我是今晚最闪耀的神隐 star， 说我很潇洒，说我很无情，说我很假，怎么把我的简历写得这么夸张？这是10年老学生吧？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我这么厉害。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快走吧。快走吧。就是黑家主夫人，软软小姐到了。少主，黑道的家，虎狼的爸，伪善的继母和哑巴的他，是他。对不起，我赶时间，对不起啊。谢谢。跑得真快啊！等下赶紧回病房。徐女士，你以前老叫我不要给游戏皮肤充值，可一个皮肤才58元，你一天58000呢。早知道你要变成植物人，我就不买游戏皮肤，多给你攒几个58了。现在欠了一屁股债不说，连高利贷都不肯贷给我了。要是再找不到工作，你就续不了费了。王哥，什么活？更新急招手语翻译，还要简历，没问题，我来搞定。你刚才说要比试衣服，如实跟我继母说我是装哑。不是装哑，您确实哑了。好可怜的帅哥，原来是个小哑巴。给他当好手语翻译和未婚妻，不仅能还清欠债救妈妈，还能和帅哥同床共枕。哪来的蠢货，滚出去！阿赫说什么？
这又是指着我，又是竖大拇哥的，看样子是在夸我。不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少主说，就她了，这姑娘看着顺眼。很久没能见让少主情绪波动这么厉害的女人了，少奶奶还真是厉害，不错。你不会手语，还是你顾名不下，另有所图？少主说玻璃质量差，建议换成不锈钢的，环保。他刚刚看我一眼，难不成发现我不会手语了？阿赫，除了这个玻璃杯需要换的，家里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换的？没有，柳姨，您把家里操持得很好。少主要你少管他的闲事，免得哪天惹祸上身了。胡闹！他什么时候这么跟我说过话？难不成他发现最近我对他的好都是装的？不会这样翻译吧？别以为你是长辈，我就不敢动你。再让我不痛快，我就掀桌了。给我坐下！你怎么能对你柳姨说这么重的话？爸，听说你背着柳姨玩女人，还把那女人搞怀孕了。这次在肚子前面半圆，这次翻译肯定没错。少主说，他以后保证注意自己的态度，不再让你借酒消愁操心了。你看你，啤酒肚都出来了。少主真是长大了，知道心疼父亲。看来我们家族啊要发扬光大了。有趣，听八卦的吴振景，看来他真不会手语。可惜我不过明天了。是不是我平时对小贺管教太严厉了？阿赫，他说的真的是你的意思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摇个头就行。如果他要是敢弄虚造字，在我们钱家乱说，那就由不得他，把他处理掉就行。柳姨，再给你挑一个好一点的。要是换个继母的人进来，就难办。计划还没实施，现在不能打草惊蛇。他应该是为了给你决策医药费才来的，留着吧，至少还能掌握一些主动权。梁生，你说我是不是太久没说话，让人产生一种我可以随意糊弄的错觉？属下不知如何惹恼了少主，属下该死，请少主责罚。该死的不是你，是那个滥竽充数的软软。你说碎嘴断舌怎么样？少主深思，当年柳寿为夺家产制造车祸，您靠着庄雅才躲过一劫。如今夫人的仇还未报，您不能暴露。要不我去警告一下阮小姐？不，我还有更好的想法。梁大哥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股阴风吹过呀？你别紧张，少主只是怕别人误传他的意思，让您帮忙翻译而已。啊，果然如此。啊！少主，这我翻译不太好吧？没什么不方便的，毕竟您是秦家未来的少奶奶。少主，联邦威胁我说，要是把那笔钱拿出来，他们会杀了我的家人，阿吴愿意以死谢罪。
不把钱交给我，我也会让你家人死无葬身之地。少主说，只要你说出来，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家人的。你少骗我了。少主一直都是宁可杀错，不可放过。我从来没见过有人犯了错可以安然无恙的离开。你这小孩子你不懂哦。你家少主啊，过2天就跟我领证了。谁家娶妻见贤啊？多谢少主开恩，我会带梁生哥去藏钱的地方。属下愿意誓死追随少主。属下愿意誓死追随少主。怎么样，我翻译的不错吧？你别介意啊，我们这种顶级的手语翻译官，就是要专门揣摩雇主的心思，临场发挥几句的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阿赫，是不是爸平时把你逼得太紧了？以前那些手语翻译吧，让爸误以为你是一个心机深沉的孩子。是爸误会你了。这个是对你的补偿。这矿产我费尽心思筹谋多年，如今就因为软软一句关心老头子的话，居然就拿到了。另外啊，这个治病嘛，不急于一时，别嗓子还没治好，这再把这里给干傻了呀！少主，阿武自愿把藏钱的地点供出来了，属下已经派人去拿了。软软人呢？少奶奶被柳霜叫过去了。难道柳霜也发现了阮小姐是假翻译？对了，你去找人，妥善安顿阿武的家人。是。没想到少奶奶这么厉害，才来1天，居然能影响到杀人如麻的魔血少主。陈夫人，人带到了。你的这份简历是假的吧？好吃吧？好吃，慢点吃。哎，小贺来了，我刚刚还跟软软说你小时候的趣事呢。是啊是啊，柳姨说你小时候可可爱了。我还没吃完呢，喂！哎，阿贺，留下来吃饭呀！你怎么样？他没对你做什么吧？怎么说话？你倒是随便猜个意思，回2句。你干嘛非得打手语？就直接用手机打字就好了，多方便。那个是因为少主他不想要手机打字，他嫌麻烦。真是天助我也！这样就算我翻译错了，他也不会拆穿我，我的小命就保住了。虽然说吧，你这个理由很扯，但我能理解。理解什么？我都没理解。富贵包找你手上了，手機都拿不了。对，就这个笑最适合你了。你的这份简历是假的。不是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拆穿你的。我知道你的妈妈还在医院里等着钱治病呢。只要你扮演好少夫人的角色，取得其以后的信任，
帮我找到他装哑巴的证据就行。他装的，我也只是怀疑，没有证据，所以，请你一定要帮我盯紧一点，毕竟我才是可以帮你的人。苍天呀，大地呀，王母娘娘玉帝呀！我都这么久了，还要被刘双这么威胁，他秦以后是不是装的？娘用烙铁烫他一下不就知道？360行，行行干破法。我到底要不要帮刘双了？算了，妈妈的病不能等，我还是先应付刘双，等妈妈的病好了，我就走吧。少主说这汤味道太淡了，再加3勺盐。这么多人抓到一个老头，全部给我关禁闭。少主说看大家辛苦，从现在开始呢，给大家带5险1金，然后呢休假1个月。谢谢少主，谢谢少主，谢谢少主，谢谢少主。我第一次涉足矿产行业，经验不足，多多指教。别以为我是第一次涉足矿产哦，就能对我糊弄了事。告诉你啊，你敢少1克，我头都给你开瓢了。小秦总有说这么多？是，我一定尽心。少主，这可是新矿开矿仪式，这乱翻译得罪经理怎么办？有的人撞大运，就像喝水一样简单，说不定这次会像得到矿产合并一样，有意外收获。我看少主是被夫人做局了，这脱敏训练显然成功了。虽然柳霜说我要找秦以鹤装哑的证据，但没说我用什么方式啊。秦以鹤，秦以鹤，老天呀！这是给我最近饱受煎熬的心灵发放的福利吗？一想到以后这男人是我老公，你先别挂，我有事。前几天在矿场听你助理说你受伤了，我是来给你上药的。就好了。不过秦以鹤，你家这么有钱，怎么受伤了也没个家庭医生来给你看看？家里没给我配家庭医生，算了，跟他说这些也没用。你爸看着就不怎么细心留意你，你那个继母啊，算了，不说了。你一定很想你亲妈。不过呢，我们也算是同病相怜啦。以后这种事情就交给我就好了，我最擅长了。哎呦，少主少奶奶，这种事怎么能在客厅啊？那个桌上的点心是我自己做的，你记得吃。少奶奶还真是可爱，少主，我帮你选的少奶奶还满意吗？一般般吧。我觉得秦以鹤他可能真的是个哑巴，我都看他那么多次了，他就只会这样瞪个眼，什么也不会说。这么能忍，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去他房间睡他，我就不信他在床上还是个哑巴。睡到大帅哥，摸摸柔软的腹肌，这样对秦以鹤
自己睡成这个样子都不叫医生，我怎么还担心起他了？你有事吗？金鹤，我知道这个请求很过分，但是你能不能和我睡个觉？反正我们迟早都会领证的。枉我之前还觉得她有什么不一样，也是一个缠我身子的女人。滚！总是有一天会再见，爱有一个期限，只争着彼此做改变。时间它会，她的唇怎么能软成这样？原来你刚才的意思是把门关上。你出去！现在就开始，真迫不及待，那就开始吧。好软，好 Q 弹。结婚才行。行，那我们结婚。不行。金鹤，哎，不对不对，老公，快看镜头。我一定是疯了。福伯给我发工资了。金鹤，老公，你能不能给我批1天假呀？我想看看我妈妈。用不用我陪你？5天。金鹤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算了，看在他还有用的份上，再忍忍吧。少爷，我真是有点磕你俩了。吃饭呢？干什么呢？这是？哎，我记得以后以前不怎么用手机啊，今天这是怎么回事？小夫妻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少主这是思念夫人。福伯，你脑子也干啥了？咱们是黑道，黑道，怎么交了5险1金之后，反而变成上班打卡了呢？咱们的做事效率也比以前快多了呀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，少主，手下觉得还是有必要特训一下他。不要！他怎么去这么偏僻的菜市场了？怎么回事？难道出事了？刚一个女孩子在菜市场门口被大货车撞了，哎呦，听说血丝烂糊的。撞硬子的，我来看这。金鹤，你不是哑巴？没有撞这个车，没有人打人，这么严重，你别打110了。金鹤，你不是哑巴？哎呦，严不严重啊？着急说话了，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冷静了？怎么撞了呀？你刚才是不是说话了？你听错了，是别人说话。楠楠，别看了，咱们走。你是不是担心我，所以特地来找我的？路过。嘴巴再硬的男人，亲起来也是软的。好吧，好吧，这是我给你买的，今天晚上炖鱼吃。这又是什么？这是牛鞭汤，反正大补，你多喝点嘛。合不合胃口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鱼？我向福伯打听的，咱们2个都结婚了，以后就多沟通吧。
总问福伯多没诚意嘛，你觉得呢？他说的也没错，虽然他误打误撞的翻译有时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，但万一有重要的事情，既然你都答应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看看，你喜欢哪个？这个还是这个？这是做什么？你忘了之前说结婚就可以的？你是不是喜欢 SM？ 像这样，还是像这样？哼，哈！这次没道具，我们下次再玩。结婚才行。你冷静，听我说。你是不是想耍赖？你可是秦家的少主，未来的继承人，你怎么能骗人呢？怎么会？我先去洗个澡。这还差不多嘛。那先玩哪个好呢？这个。老公，你洗好了吗？秦以鹤，我都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。秦以鹤，骗人是小狗，快出来啊！竟然喊了1个小时才放弃，还真有毅力。我宣布，你现在的信誉在我这里正式全部清空。就是睡到秦以鹤嘛，小 case， 今晚必定拿下。别闹！别闹！你小子能活3万天，跟我睡2天怎么了？老公，你叫出声来呀，我想听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其实你把灯开着，我也不会害羞。你轻点儿。卑鄙、无耻、小人！既然成家了，那有些事儿也该带软软接触接触了。旧城的宋家呢，想跟咱们矿场合作，过2天会有个宴会，你带软软参加啊。小软啊，我知道你之前参加过很多次宴会，但我们家族的礼仪和规矩呢不一样。你吃完以后来找我，以后也多帮以鹤分担一些。还是你最识大体啊。应该的。谢谢柳姨。唉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少主，要不要我去盯着少夫人和柳霜？防得了一时，防不了一世。这条路该怎么走，看他自己的选择吧。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勾引他，但是他做得不错，
外界传闻秦以鹤冷漠厌女，倒也不是假的。之前安排相亲的千金，个个肤白貌美，胸大腿长，有学识有学历，什么样的都给他安排了。结果他只对你不排斥，倒也是个意外。意外？我也不差的。勾引的事还得继续做，但接下来有更紧要的事。那个宋家的千金还是秦以鹤的小青梅，他肯定会帮他拿下合同。你呢，就负责把他搞砸，让他爸爸看看，他这个哑巴长子根本就撑不起家业。搞砸？可我办事不足，成事有余，搞砸对我来说也太难了吧？要是把这事做成了，我会请最好的医生给你妈妈治病。他不会以为把我妈妈转到我找不到的医院去，就拿他没办法了吧？好吧，我还真拿他没办法。就算柳霜真的按照承诺给我妈治疗，但我搞砸了合作，到时候不得被家主弄死？小哑巴再善良也拗不过他爹，我小命都没了，还兑现个啥诺言？秦以鹤，昨天晚上我梦见我跟你一起去参加宴会，你的合作就黄了。要不我牺牲一下我自己，不去了吧？哎呀，就算你不信命，但是听老婆的话就会发达的，因为你老婆真的会搞砸合作呀，大哥。那我真的不去了吧？不可以。如果这次矿场的项目能够拿下，我们秦家在旧城也能有更好的发展。以鹤啊，你也别有压力，你不像阿玄一样学的是商业管理，所以失败了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你柳姨说的没错，这毕竟是你第一次单独面对商场上的事务。有的人给一次机会就能证明自己。以鹤就是这样的人。我们走吧。柳姨，爸，我们走了。那不是继续和你联姻的秦家哑巴继承人吗？不过他身边的是不是以前的手语翻译啊？以鹤哥，他不就是秦家给你安排的手语翻译，凭什么站在你身边？原来他就是柳姨口中的秦以鹤的小青梅啊！她是我老婆，她是我美丽可爱、温柔大方、漂亮的老婆软软。以鹤哥说的才没有你说的那么长。你是翻译还是我是翻译啊？原来这就是小人得志的滋味啊！这女人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，身材、家世、样貌，哪一点我比不上？以鹤哥，你到底看上她什么了？宋新玉，你给我放尊重一点。秦以鹤说：“你的脸呀，黑得像抹了酱油；你的身材前凸后翘得像水泥；你的脑袋啊，像进了水的皮球。”终于知道秦少主的翻译为什么都不行了，原来不是一个合格的 rapper。软软，你胡说，以鹤哥才不会这么说我。那你问问他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软软，咱今天还要找他爸谈合作。走吧。软软，咱今天还要找他爸谈合作。走吧。软软，你给我等着，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们两个离婚。如果宋家能和秦家在矿场上合作，我保证，秦家在旧城的市场马上就能打开。而且啊，我们宋家只要50%的利润，划算的很呐。合同没什么问题，只是这利润，宋家占50%实在太多，秦家顶多给到30%利润。
你呢，就负责把合作搞砸，让他爸爸看看，他这个哑巴长子根本撑不起家。我该怎么翻译啊？不管了，妈妈重要。之前我翻译总是蒙对，那我这次乱翻译，岂不就能完成任务了？不得不说，软软，有时候你脑子真的机智的一批。宋总，我们家少主呢，觉得您索取的利益过多，我们只同意3成利润。他怎么突然就理解我的意思了？3成，这也太少了吧！不光3成利润，宋家只有1个月独家开采权，收支全归宋家所有。看秦以鹤的意思，应该是既然3成让不了，那就1成。如果宋家同意3成利润，那矿场开采权我们将会给你1个月的使用时间，并且呢，收支全部归你。秦少主倒是敢开口啊！不是他敢开口，是姑奶奶我敢开口，这下肯定谈崩了，这条件傻子才会接受。秦家的矿产月入上亿，相当于提前到手1年的利润。这钱我们放出去，哪怕吃利息，都比5成利润高啊！好，既然秦少主这么大气，那我宋家也不含糊了。宋家只要2成利，2个月的开采权，怎么样？合作愉快。少主夫人够胆识啊，难怪看不上我家新鱼。不是，我错过了什么环节？怎么就交易了？还主动放弃1成利润？我错过了什么环节？怎么就交易了？还主动放弃1成利润？你发烧了吗？没有了，我哪有时间生病啊？穷人世界里生病都排不上号。少主竟然主动用文字跟夫人较量，那我是第几号？排第1、2、3，先排到4吧。软软，你好样的！谢谢夸奖。你也是，你也是。软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合作还谈成了？软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合作还谈成了？冤枉啊，柳姨！我真的是瞎翻译的，谁知道那个宋总为什么会同意啊？我觉得他就是看上他了，想让他当女婿。闭嘴！你知道刚才秦太都把秦以鹤夸上天了，你真的不想让你妈活着了是吧？不是，柳姨，不是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明天我儿子从国外回来，先去救场，到时候你去和他把这合同毁了。想好了就先睡吧。今天竟然没有兽性大发。也不知道徐女士现在怎么样了。要是这次再没有办好事情，她可怎么办啊？来209找我，秦巡。那个我有事出去一下。秦少主啊，留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运输公司的王总，特意找您商谈矿场运输线的事儿。秦总您好，幸会幸会。软软，你等一下。糟糕，他怎么会发现呢？你是？你不认识我？你又不是财神爷，我干嘛要认识你？我真是太伤心了，我哥居然没有介绍过我。哦，你是柳姨的儿子。行了，那你跟我说，你要怎么破坏这个合作？需要嫂子配合我，演一出捉奸在床的戏码。什么意思啊？秦少主果然是年轻有为，假如这次我们能合作成功的话，
对我们3家而言是一次不小的跃迁啊！不好了，我看到以赫哥的老婆和一个男人在酒店拉拉扯扯，还一起进了209客房，指不定在里面干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呢。新宇，别瞎说。爸，我没瞎说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以赫哥，你被他骗了。我生平最是厌恶出轨的人。假如秦家是这种家风的话，哼，那么我也不屑跟这种家族合作。带路。这怎么可能啊！什么叫捉奸在床的戏码？今天和秦以赫合作的王总，老婆出轨了他的弟弟，他最讨厌和家风不正的人合作了。你说，看到我们这样，还会和他合作吗？你就不怕自己的名声被毁吗？名声？秦家已经出了一个冷漠厌女的清冷佛子，难道还会在乎再出一个玩弄嫂子的滥情海王吗？我就是享受秦以赫永远被我压抑到的感觉。你疯了？那又怎么样？时间可不多了，考虑的怎么样？帮他还是帮我？软软和那个野男人就藏在这间客房。秦寻，怎么是你呀？哥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们就来看看。他怎么出现在旧场？正好是宋欣怡说捉奸的地方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大家都在这儿。时间不多了，考虑的怎么样？帮他还是帮我？还好在秦以赫开门前一刻出去。哎，一场误会，都怪我们家秦瑜胡闹。回去啊，我好好教训他。软软，这是你二弟秦寻头回见吧？二弟舟车劳顿辛苦了呀。嫂子，我哥眼光真不错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秦二少房间里出现了别的女人的衣服，这难道就是秦家的作风？项目暂停，我需要重新考虑一下跟秦家的合作。抓到跳窗逃走的情妇，怎么不算成功捉奸呢？太好了，这下既完成了任务，还保全了清白。你听我解释啊，那肯定有什么误会。怎么了？哥哥也觉得我房间里藏了女人，还是哥哥觉得我应该跟谁有一腿？那个车到楼下了，我们先走吧。软软，为什么你不能告诉我这一切呢？软软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明明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带妈妈离开秦家这个是非之地呢。软软，你对我也会有一点动心吗？少主，少主，我们的人已经在秦家站稳脚跟，只要少主通过几天后的家主选拔，我们的人一定会拥护少主上位。只是保险起见，希望少主不要让少奶奶进入书房。去查一下，软软的母亲是不是被柳霜转移了？少主，我们不能再轻举妄动了。这次在旧城被秦勋少爷摆了一套，王总迟迟没有给处罚。这次家主选拔，秦勋少爷肯定还会继续破坏的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让小五去查。到底做了多少亏心事，符咒都被撵松了。敏之啊，阿赫没给你丢脸，和旧城宋家的生意谈成了，只要再拿下王总，我们秦家的矿场就能在你的老家旧城扎根了。我相信阿赫一定能做到。
怎么办？王总虽然没答应合作，但也没明确拒绝。没完成任务，柳霜是不会放过我的。有了！妈，您放心，当年伤害过你的人，我会让他千倍百倍的偿还。阿和，这次做得好。不过呢，家主看的不仅是商业能力，我们的根基在于地下势力。家主看的不仅是商业能力，我们的根基在于地下势力。该死，这老头子竟然开始提点秦以鹤怎么胜任家主之位了。是啊，阿鹤长大了，出息了，不像秦勋那傻小子不替家里分担。这能怪我吗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。说的也对，毕竟秦勋是学商业管理的。哎，不如这次旧城矿场的项目，你们哥俩一起干。阿和，你觉得呢？你们自己决定就好。怡鹤说，旧城的矿产既然是婆婆的产业，不如就由婆婆来决定了。嫂子要怎么问啊？嫂子能通天啊？既然敏之不同意，这次阿玄就别插手了。家主，行了，5日之后召开家主议事堂，谁先完成雇主任务，谁就接受秦家。软软，还好有你。是婆婆显灵了，在暗地里帮你呢。那神明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我们会不会永远在一起？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把我的脸都给丢尽了。丢人总比哑巴强吧？你呀，你还不如一个哑巴。你爸不过是念着他死去的妈，给他旧城的矿产。你看他现在旧城的项目做得风生水起，你爸眼看着就要倒向他了。真要惦记那个死人，怎么早不给晚不给，偏偏软软进门才给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说软软背着我们跟秦以鹤串通好了？不算串通，只是他不好拿捏，就好比这次运输公司王总捉奸的事，这合作说成也成，说不成也没成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亲自去盯着他，不要再让他再出什么幺蛾子。如果我只是单纯的享受这具肉体该多好啊！但我得趁热打铁，彻底睡了秦以鹤。有了靠山，才有可能摆脱那对母子的钳制，救出我妈妈。
男人的话果然不能信，把我折腾了这么久，自己却跟没事人一样。抱歉，昨晚让你太累了，先去洗漱，我们在床上吃早餐。昨晚情到深处，秦以鹤都没出声，看来他的确不能开口，只是不能告诉柳霜，不然他就没了忌惮了。阿武已经查到少夫人的母亲许琪的心意愿，安插引线，别打草惊蛇。我联系上了国外神经科的专家，可以安排阿姨去会诊。真的？我们还是过段时间吧，等你先忙完。哎呀，等你们两个谁继承了家主之位，我就轻松了。只有我看到一个危机四伏、群狼环伺的秦家。自从嫂子进了家门，爸爸和哥哥的关系缓和了不少。这家主之位，还不是哥哥的囊中之物。一切定论，还是等完成任务后再说。以鹤说呀，既然你觉得家主之位是他的囊中之物，那你退出竞争好了。你，软软，你可别瞎翻译啊！你又不是秦以鹤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说这个意思？你又不是我，又怎么知道我是不是瞎翻译？你有本事把我简历造假的事说出来呗！死丫头，仗着我不能说出来，简直无法无天！怪不得哥哥喜欢嫂子，比之前往哥身上扑的那些女人有意思多了。我要是哥的话，我也喜欢。还你也喜欢？你自己看看，年纪轻轻头发就白了，哪家姑娘眼下会看得上你？哎，好，爸是想问你们呀，任务进行的如何呀？哎呀，爸，你这眼力劲也太差了，但凡换一副好一点的眼镜都不至于什么都看不出来。不愧是国宝级手语翻译，这清晰的脑回路，这翻译能力。还有你啊，福伯，别整天沉浸在自己的管家 cosplay 的艺术中无法自拔哦。我呀，我本来也是管家呀。啊，抱歉，误伤。爽！嫂子不地道啊！骂完人就走。哎，有时候嘴真的不能太勤快。臭丫头，你长本事了，连我也敢骂我！哎妈，还有正事，把这个带上。我要知道秦以鹤的全部行动。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你觉得自己压他一头吗？嫂子，收起你那点小心思，在这个家里，听命行事才是你应该做的。原来他跟秦以鹤早就睡了，一直瞒着我，他果然不安分。我不能再被动反击，任人拿捏了。倘若日后秦以鹤倒台了，那对母子下一个目标就是我。少主放心，少奶奶母亲那边一切平安无事，所以明天我可以出任务吗？老公，你在里面吗？你们也在啊？你都别跪着了，起来吃水果。少主还没发话。听少奶奶的，都起来吧。他让你们起来吃。那你们先商量，我先走了。留我。既然来了，我们需要商议一下任务，你帮我翻译。明天上午8点，目标准时出现在雾港码头，逃往国外。梁生，你负责让我们的人提前3个小时到最佳狙击点位。阿武，你封锁所有逃生路线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今晚4点，你带人将武岗码头所有据点位置给我占了，还有通往市区的路都给我封死。是。还有一件事，软软已经生了2心，留不得他。如果他敢向秦以鹤告密，你就通知医院的人，解决了他妈，拖住他。别担心，回家等我。秦以鹤5点出发的，监控画面你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奖励你个好消息，我在秦以鹤必经之路安排了大车，重现他小时候的车祸，怎么样？刺不刺激？我哥车上一直有信号屏蔽器，是他车祸后留下的习惯。齐轩，你卑鄙！你真是坚持不懈。有时间通风报信，不如去医院看看你妈妈。医院地址发你了，怎么选择就看你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少主，再不赶过去就来不及了。秦军那边已经布置好了，我们现在过去没有用。要是你早听属下的，不让少奶奶进入书房，这机密怎么会泄露？软软是我的妻子，如果她背叛我，那也是我的命，我认。哎呦，是啊，这软软挺严重的。借过一下。行啊，秦以鹤，你不是哑巴，你刚才是不是说话了？你听错了，是秦以鹤，他在说话，他根本不是哑巴。秦以鹤，原来你一直以来都在骗我，从始至终都是假的。秦以鹤，原来你一直以来都在骗我，至始至终都是假的。软软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松开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讨论这些。软软，阿姨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叫医生给看过了。抱歉，没有早点告诉你我找到阿姨。所以一直以来，你都知道我是冒牌手语翻译，你也知道我是柳霜的卧底，我还以为自己瞒得很好呢。我在他心里算得了什么呢？不过是我一厢情愿。幸好妈妈救出来了，帮他获得家主之位，就当报答他了。软软，你先别说这些，你有更要紧的事情。现在才6点，抓紧时间赶到武岗还来得及。少奶奶，你都承认你是卧底了，千寻少爷应该已经知道我们部署的方案，现在怕是在等待目标了。软软，家主的位置我可以再慢慢拿，我已经拿到柳霜的罪证。如果我说我告诉秦寻的是城西的武岗呢？干得不错，只是秦以鹤说的武岗是哪个？武岗，城西武岗。少奶奶，你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什么重要，怎么会说呢？我们直接走吧。报告少主，部署已经就位，只等目标靠近。软软，你是不是在武岗留了什么后手？秦军怎么知道你进过库房？我仿制了你的武岗部署图，还把集装箱的编号给改乱了，估计他现在在转圈圈呢。这个点儿，轮船怎么还没到港？报告少爷，大车司机说秦以鹤的车没经过那条路。少爷，我们找了好几圈，地图上标记的狙击点位一个都没有。不好中计了，通知所有人，立马掉头去武岗。是。来了。快藏好。以鹤，放下枪。哥哥，这次任务必须是我完成。放下枪。嫂子，你今天要是不杀了我，后有的是机会。你少废话。
少主，对方保镖已经全部控制住，目标也确定死亡。齐勋，叫你的人撤了，我放你走。啊，这怎么翻译啊？他都知道我是假冒的了，整得我都没自信了。那个，你们把枪放下，有话好好说。早就听闻秦家少主心狠手辣，看来也他妈是个怂货。这样，你只要跟家主说，这任务是我们家少爷完成，我们就放下枪，如何？是，把我们少爷放了。放下！我说了，今天要么决一死战，要么把功劳给我。秦以和不能暴露，梁生不能辅助。现在只有我这个少主夫人的身份还有点用，这个时候不能怕，否则秦以和心血就白费了。今日你们拥护秦寻夺家主之位，成功了还好；倘若他日成王败寇，你们觉得你们能活着走出秦家吗？你们要知道，你们是秦家的人，不是他秦寻的人。你们要知道，你们是秦家的人，不是他秦寻的人。少奶奶说的对，按理说这家主马上就是少主的了，我们为寻少爷忙活一通，也不一定会成功的。放下枪！今天谁的家人也不会放过，反正都是一死，跟他拼了！就是开枪了，私下已经练习了那么多次，软软，你没问题的。刚才拿枪还吓得害怕，现在适应的这么好。我看谁敢动！今日我以少主夫人，未来的家主夫人，向大家保证，绝不追究在场任何人的责任，保证好在场所有人家属的安危。谁让你们听他的？不知道反派死于话多啊！阿武，开车吧。哎，少奶奶，软软，你不知道我刚才都要吓死了。你不知道我刚才都要吓死了。秦寻手下开枪的时候，我腿都站不住了，我满脑子都是我马上就要香消玉殒了。你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开枪，真的我手都疼了。软软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狗男人一直在骗你，怎么还跟他吐槽上了？不行不行，我得找个机会跟他说离开的事。软软，怎么不说了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不想说了。刚才不是那么怕吗？怎么还是站出来维护我了？你别误会，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你要出点事儿，我也要抖三抖。那个秦以和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谢谢你，软软。明明想跟他告别，怎么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了？福伯，明日我会亲自去请秦家几个族老，3日后在议事堂商议小贺继任家主事项。你先去通知一下。是。小贺，这次任务完成的十分不错，但由于呢你情况特殊，具体的家主之位啊，还需几日之后开议事堂，族内几个老人一起商量决定。商量什么？恭喜这个哑巴！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大家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小寻，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？要不是软软背叛，秦以和怎么赢得了我？那个死丫头，我迟早会收拾她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这个议事会召开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秦探明天出门，就是我们最好的下手时机。徐女士，你可别怪我，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来看你啊！我这段时间的经历都快可以写成短剧了。到时候我等秦以和坐上家主之位以后，就带你离开，好不好？少奶奶，出大事了！家主他见闻族老，回来的时候出车祸了，现在家里乱成一锅粥了，你快回去看看。走。怎么样了？今早爸出去的时候被大车撞倒了，现在一直
昏迷不醒。秦先生已经脱离了手术危险，但是一时半会儿可能醒不过来。家主，你快醒醒啊！快醒醒啊，家主！这是二副手随风送来的信件，说今天家主跟大家商量好后，在信封上写下继任家主的人选。哎，傅伯，家主兴许会在议事会前醒来，如果没有，那就延期吧。不行，柳霜这么长腿，都敢撞家主，还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出来的？既然都说了继承议事在3日之后，爸已经同大家商量过了，都提前说好了。现在开有什么不行的？你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有软软代替家主就位，这一定是搞错了。那不然，你把爸叫起来，问一下他什么情况啊？我也想知道，怎么高情商拒绝领导安排不合理的工作呀？来，喝茶。能喝到柳姨亲自斟的茶，是我的荣幸。软软，柳姨知道你根本不喜欢秦以和，你帮她做事就是得到好处了。只要你帮一下我们阿寻，柳姨我给你的好处绝对比小贺给的要好10000倍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在爸醒来之前，我是不会做什么的。柳姨，你这茶真好喝，可惜啊，不对我胃口。哼。又怎么了？他不是说了只是守着，什么也不干吗？他是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帮秦探守好家，等他醒了。没有想到，这小妮子居然喜欢上了秦以和。这跟喜不喜欢有什么关系？如果软软帮秦以和只是押宝，那我们策反他就是分分钟的事。可现在，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动了情，你说我们还有策反的可能吗？除了爸，只有秦家的二副手随风最有话语权。要是能拉拢他，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放手一搏了。戴家主，秦家主现在昏迷不醒，而我们又急需选出一位新家主。我提议让2位继承人再比一场，如何？既然我是秦家新任的代理家主，难道我就没有权利直接指认新任继承人吗？没有，不能。好吧，那就再比一场。这次啊，我们就比运气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知道。胡闹！这简直就是胡闹嘛！太儿戏了吧！努力决定下限，运气决定上限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啊！你们觉得呢？这是乾坤签，每罐里面有30只，15只是钱，15只是坤，每个人抽10只，谁抽到的钱多，谁就胜利。谁来执签啊？当然是随副手啦！随副手追随了家族几10年，又是秦家的2把手，由他来执签，应该没有谁有意见吧？没有。那戴家主信得过我，我自当效劳。他这是让我站到左边去。荀少爷，坤钱。少主，是钱钱。
荀少爷，还是坤谦。少主，还是芊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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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！少主，都是芊芊。是不是还差1千？对，少主是7个芊芊，荀少爷那边是6个芊芊。啊，是坤谦。要是荀少爷也是芊芊的话，就要再加11了。看来运气也不在哥这里。坤谦，为什么也是坤谦啊？这谦有问题。这次比赛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严谨得很。不对劲呀，1分有10分的不对劲，我怎么觉得自己被少美人做绝了？软软，你……哎，本家主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等明日老家主从医院回来，我们就去议事厅举办大会。我真是小看你了，软软。所以你是提前称重了，才发现芊芊比坤谦轻一些。随叔是左撇子，他左手的力气比右手的要大，轻的签更容易出来。这叫发现规则、验证规则、利用规则。软软，娶到你真的是我的幸运。软软，你怎么了？他和你终究不是一路人。软软，你怎么了？你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去议事堂举办继位典礼。按照旧例，家主确定的继承人选是秦以鹤，但由于以鹤的特殊情况，所以呢，征询一下各位的意见。少主掌管旧城矿场3月，盈利翻番，这份魄力担得起家主之位。议事堂派发的雇主任务基本都是顶级任务，少主的能力还是可以弥补的，只是我哥的身体确实有缺陷。各位元老都是追随我秦家多年的老哥，你们的担忧也不无道理。但要是我哥哥不是哑巴，荀少爷没道理呀，少主为什么要装哑呀？如果少主的心事比较深沉，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了。多亏了家主这次助阵，不然我还真的不清楚以鹤如此胆大妄为。当初就是秦少主逼着我说他是哑巴的。秦大少主逼着我说他是哑巴。他说的是真的。是。你苦苦隐瞒这么多年，就为了这个家主之位。老家主，爸。既然你觉得秦以鹤是装演，那我们就让他真演，在他的杯口涂上药，毒药，我看他还怎么跟我们娘俩斗。该死，他竟然没喝！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
没事吧？不对！医生，你看看这个药有没有问题？迷毒的味道，这有可能是哑药。你先走吧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谁给你喂的哑药？是哑药？不会吧？少奶奶，家主比划什么呢？真不愧是父子，这比划都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不过这倒是一个拉柳霜下水的好机会。家主说，这个哑药是柳姨蓄意给少主下的药。少奶奶，你不会翻译错了吧？柳夫人出了名的对少主好啊，她怎么可能陷害少主呢？软软，你别袖口喷人！软软，你想翻译什么？秦以鹤，你拿手机给我。爸，软软翻译的没错。什么？这么说，少主也认可是柳夫人下的毒？不，我没这么说。是又怎样？谁让你把家主之位让给秦以鹤的？怎么样？这么多年，我演的不错吧？柳霜，我对你不薄吗？家主说，之前他车祸也是你的手笔吧？是我安排的。还有当年温敏之的车祸，都是我一手设计的。你凭什么要这么做？凭什么？凭他温敏之是家主夫人，而我却是一个仆人。凭他秦以鹤一出生就是少主，而我的儿子却只能继承家产。我就是要让他们全部都死！柳霜，就是因为你的野心，我妈才活生生被害死。我本以为你是真心对小鹤好，原来你们是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。家主说，柳霜从现在开始即刻从秦家除名。除名？妈就算是犯了错，也不至于除名吧？你不能放他一命吧？来人，把秦勋带下去，关禁闭。秦以鹤，你就算坐稳了家主之位又怎样？妈死在我的手上，你永远都活在阴影之中。我妈在天有灵，会看着你坠入地狱的。带下去。你们仨带我下去。居然会出这种事情啊！继位仪式现在开始。属下誓死效忠家主。爸怎么样了？从秦勋那儿拿了解药，幸好时间不长，大概需要恢复几天时间。你这是？我想回去照顾我妈一段时间。因为我喜欢你，你被迫卷入漩涡，我不想让你陷得越来越深。如果我没有当上家主，你在柳霜那也能保全自己。原来是这样，是我误会他了。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第一次用手机给你打字的时候。其实我小时候一直都是写字跟大家沟通，只是……小鹤，柳姨带你不跑吧？你为什么要把弟弟推下楼梯？小轩，怎么了？小鹤，是这么回事吗？弟弟没站稳掉下来的，所以你承认是你推了弟弟？他没有站稳，所以滚下楼梯的，是不是？秦家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心急深沉的孩子？
后来不一样了，我有你，软软。我不想让你误解我的意思，我想让你知道我心里的想法。软软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昨天还是5个人吃饭，一夕之间就是成王败寇。你6一已经伏诛，但秦勋还小，也没做什么特别过分的事情啊，你就别跟他计较了。这次为你举办的家主宴，还是让他出席吧。翻吧。最近都没精进手语翻译，哪看得懂啊？爸说让你多吃点。这次他们都不在，你正常翻译就行啊。不对啊，我现在可是家主夫人，我怕什么？哎呀，爸，其实我跟你说，我不会手语翻译。之前我是为了给我妈凑手术费，所以我才来应聘的。你不会？你是混进来的？爸，其实我见到他第一面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他了。我不在乎他骗我。爸，是的，没错，整个家里就你不知道。你看你把爸都气说话了，那他就不能骂我喽。好了吧，我们就先去准备明天的家主宴了。来，我看爸的意思是想让秦巡参加宴会，这样道上的人看在爸的面子上，给秦巡机会。你说他万一自己报复回来怎么办？信鹤，信鹤，信。今天这小妞长得真不错呀！你们是谁啊？信鹤让我来找他。老宋，你们这道上的规矩我不懂，但如果秦家家风不正的话，我眼睛容不下沙子。这合作你也别太执着了。王总，你别一竿子打死所有人啊！什么钱以鹤王以鹤的，老子是你三哥！真服了，秦巡就这么瞧不起我，请几个七楼就 cosplay 绑架呢。信鹤，快来啊！我奶奶我快撑不住了。我看爸的意思是想让秦巡参加宴会，这样道上的人看在爸的面子上会给他机会。你说他万一这次报复回来怎么办啊？小美人，放开我！来呀！放开我！软软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，从一开始你就跟我耍心眼子。我说呢，信鹤怎么会让我来这种地方？原来是你冒充你哥呀！既然这是你搭建的，那就让你在这个舞台上结束这场戏吧。秦巡，你怎么来了？废物！你他妈愣着上啊！老公，接住！老公，真帅！真帅呀，哥！不过今天我是不会给你机会了。就算你真的接手秦家，我也让你面临一堆烂摊子。秦巡，逆子！怎么事到如今你还看不清楚局势？秦巡，这份秦家的大礼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兄弟相残，
这昔日的秦家家主真是狠角色，断了秦寻在道上的所有人脉，扼杀了其东山再起的机会。秦寻，别过来！都是你们逼我的，我让我杀了他！孽子，我是你爸！闭嘴！当初你动我妈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父子情分？今天要么把秦家给我，要么我们一起下地狱！秦河，把文件给我签了。快点儿！秦河。快点儿！宋总，你家女儿给我下药的事儿，就成破产，我宋家一分利都不要了，还请您高抬贵手啊！宋家可以考虑。爸，欠你和你妈妈一声道歉。之前一直不敢给你看，是怕你沉浸在母亲离世的阴影中走不出来。爸现在不担心了，爸不奢求你原谅我，但千万别离开我就行。爸，爸，以后的意思是呢，以后你换一个好一点的眼镜，长你眼力劲儿哦。这孩子，阿勋要去国外了，我跟他说，就别回来了。哥，上次跟我偷情的就是嫂子。不要了，秦河，这都第3次了。你吃什么醋嘛？我都跟你解释过了，那个是在当卧底，我不这样就死翘翘了。要是秦寻不跟我说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？还是打算不跟我解释了？怎么什么都要计较，都不像以前的你了。什么才叫像我？冷漠厌女的清冷佛子，那是对不喜欢的人。软软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做不到看到你两眼空空，我也会吃醋的。我也怕你有一天不爱我了。秦河，你是不是哑巴太久了？说起情话一套又一套的。不，你摸，你感受我的心跳。软软，你爱不爱我？不爱。还是不爱。我就只是贪图你的肉体。那你继续贪图。家主，你还没说怎么处置？罚他去扫厕所。家主以前可是雄鹰一样的男人，现在整天跟在夫人后面，滴滴答滴滴答。那咋了？她可是家主夫人。话说她犯了啥事儿？竟然只打扫厕所？跟你之前一样的错。啥？怎么偏我来时不逢春？枪毙！必须枪毙！我真的不能陪你一起去见岳母吗？那可不行，我妈才上大学的女儿现在快结婚1年了，她要是知道，不得吓晕过去啊！好啊，那你想我了，我就偷偷去找你。就像是现在这样偷情吗，家主？这都3个月过去了啊，你还搁这记仇呢？你把我折腾成这个样子，还不许我记仇啊？哼，拜拜。软软，我都问你好几天了，妈妈这个医药费呀，到底是怎么搞的？妈这心里呀不踏实。妈。
我是给人当手语翻译挣来的，别瞎操心了啊！哟，你那个英语就那半吊子水平，你还会手语？哎，徐女士，你真是我亲妈妈。总之这件事情很复杂了，以后你出院了，我保证一五一十的告诉你啊。今晚回来一趟吧。怎么回事啊？都去执行任务了？怎么连仆人都没有啊？难道是逃命被追杀了？夫人的脑回路还是一如既往清奇。软软，嫁给我好吗？帅哥，你说咱俩以后孩子叫钟情好吗？还是叫清新？我们这种顶级的手语翻译官，就是要专门揣度雇主的心思，临场发挥几句的。进一个，哎，不对，老公，快点镜头。软软是我的妻子，如果她背叛我，那也是我的命，我认。那说好了，不当手语翻译了，也得按合同来，不能少发我工资。